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贵州的大山里面。大家看我周边的环境，应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农村。不过呢，这个村落比较独特，它是坐落于天坑的底部。之前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天坑，有住人的，也有没有住人的。住人的普遍呢只有几户人家，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天坑啊，非同一般，因为在里面呢住了100多户人家，这个算是一个庞大的村落了。我现在其实已经在天坑的底部了。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，群山环绕，奇峰林立啊！你看，都是一座一座山头一样。天坑底部的人家呢，全是在这一块，沿着这个山脚下面建的房子，居住在这里。那么你来到贵州啊，其实都能够很明显的看到，很多农村的房子呢，都是在山的脚下面。因为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城市嘛，又是喀斯特地貌。所以呢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地无3尺平，天无3日晴。那么它房屋呢建在山脚下面，房屋前面的那个地方啊，就用来种植粮食，就充分利用了土地。贵州属于喀斯特地貌，所以你看走到哪里呢，都是有石头。在这里呢，可以称之为一个天坑村，其实呢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石头村寨。它这里跟我们之前去山西太行山看到的一样啊，村落里面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用石头建造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今天来的天坑村里面，可以看到石头房子、那个石板路、石墙、石林等等，关于石头有关的一切，在这里呢都能够看得出来，看得到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田地里面，也是用石头铺上的道路，然后呢，这个田地里面呢也是石头。这个天坑叫雨无鲁，呈喇叭花形，底部平坦，高低差600多米。其坑周围呢奇峰林立，现在是126户人家住在坑底周围。整个寨子的格局啊被分配得很好，房屋都集中在路的一侧，而坑底的中心地带则分布着大片农田。天坑四周的山峰将坑底的那个村寨啊紧紧包裹，农田、房屋、树林点缀其中，相映成趣。所以在空中看这个天坑特别有意思。这个天坑呢，它是西高东低，所以呢西边那边呢是有寨门能够出去的。这个地方在以前呢算是与世隔绝，因为最早的时候雨不鲁天坑并非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。这里呢和其他天坑一样，荆棘密布，蚊虫肆虐。那么这个天坑为什么会居住的人呢？其实我们说到悬崖村或者说到天坑，他们都是有历史故事的。而这个天坑村呢，它跟朱元璋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在600-700年前，朱元璋呢创立了大明王朝。他在创立的过程中啊，历经了千辛万苦，击败了很多人呢，才成功了。最有名的就是陈友谅。说到陈友谅，大家也非常熟悉，很多影视剧啊都演绎了陈友谅的故事。有些呢把陈友谅演绎的真的是无法想象啊。那当时朱元璋击败陈友谅之后呢，他就想把陈友谅整个家族都消灭掉。不过呢，在后方啊，陈友谅的家族知道陈友谅失败之后，他们就立马南逃，因为他们知道不逃的话就很危险了。就一路南逃，来到了贵州这个地方。因为在那个时期啊，贵州这里呢山多，相对来讲的话，躲避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。你看，在贵州还有一个马家寨，当时呢陈圆圆带着吴三桂的那个尸首啊，躲避在那里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陈友谅的家族，他们来到这里之后，看到这里呢隐蔽，与世隔绝，于是呢就在这里生活定居下来。当然他们刚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的环境啊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。那个时期呢，估计呢这个下面是树木也好，杂草也好，非常多，很有可能呢还有沼泽。不过呢他们当时也是逼得没办法，那么出去外面的话很有可能有祸事，于是呢只能在这里定居下来。经过长时间的开垦，把这里呢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一样，在这里呢自给自足，在这里传承。在这个村落里面呢，还有
陈氏的那个祠堂。经过陈氏家族在这里的长期经营，最终呢，在这个天坑的底部啊，开垦出来大概200亩良田。你看现在其实都种植了很多东西，有那个玉米，有这个芋头，还有那种烟叶等等。同时啊，在这个天坑里面还有一个比较传奇的地方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地漏，叫做天坑地漏。就是说，不管有多少水进去啊，它都不会溢出来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漏，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漏斗啊？我们在里面走一走，一走，可以在里面转圈圈一样，多走几圈呢，可能啊就晕过去了。它这个地漏就是说，你不管下再大的雨，它这个水啊都能从这里下去。具体有多深呢？谁也不知道。有记载的话是这个村落存在，这个地漏就有了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来，陈氏家族没有来这里居住的时候，这个地漏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说大自然非常神奇吧。在新疆我待了差不多半个多月，看到的就是沙漠和戈壁。来到南方，真的切实感受完全不一样啊！这里花草、鸟叫都有啊，而在那边少之又少。这个天坑算是东西长、南北窄，而且呢是西高东低。前方看到的就是寨门，在这里呢称之为坝口，是连接天坑与外面的必经之路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全是由巨大的石头组合而成、堆砌而成，高度10多米，纵深的话50米左右，宽度的话40多米。那这个看起来跟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城墙类似啊，它的纵深比城墙还厚。那么起到的作用呢，就是防御的。因为这个天坑里面住的都是陈氏家族的，他们的身份呢也不一般，所以当时呢，他们为了躲避追杀以及防范土匪，才建造了这样大的寨门。当然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寨门呢，是属于重新复建的。这个寨门在以前肯定是有人守卫的嘛，因为它既然是逃避、躲避来到这个天坑里面居住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，巨大无比啊，大的话都有几千斤。这些石头呢，都是就地取材，附近开垦的。因为贵州啊，喀斯特地貌，石头是不缺的，所以我们在贵州能够看到很多石头村寨。你看这个寨门连接的山体也是石头的，这个石头太大了，它这个厚度都有1米多。在这个寨门旁边还有人家，你看全是用石头建造的。那么其实建造这样的房屋啊，成本并不小呢，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些石头敲碎，然后堆砌而成。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，在自己的家门口能种一些菜，还有呢养一些蜜蜂，多姿多彩的生活嘛。真的得佩服这些村民啊，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地方都种植了粮食。你像贵州，我们说喀斯特地貌，很多大山，很多石头，你看这里在这些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也种植了东西。这个不光是贵州的村民是这样，全国每一个地方的村民啊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天坑的导览图，主要的房屋呢就是在这一块，然后呢这里面呢是有很多那个良田的，以前呢很有可能是沼泽、树木等等，是他们自己把它开垦出来了。现在大概是5点钟，这个炊烟升起来了。在这些农村呢，早晚如果炊烟起来了，特别有意境，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。因为全村的话有炊烟，那真的是一幅很好的景象，特别是雨后的炊烟呐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村子的中央，这里有一棵巨大的黄桷树。一般这些古老的村落中间或者尾部啊都有树木的，它这个郁郁葱葱，树冠硕大，阴凉覆盖数十平米。特别是下午的时候啊，这里聚集着很多闲暇的村民，有小孩在这里玩耍，老人呢在这个树底下嘛拉拉家常。同时呢，干完农活的人
可能就会来这里坐一下，也是跟邻居啊聊一聊。再看一下这棵树，基本上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我是昨天下午到达这里的，那个时候比较晚嘛。到达这里之后，很多村民呢在这里聊天，在这里闲谈。哇，这里旅行团是真多啊，一波接着一波。这栋房子大家可能有些人呢看起来会比较熟悉，因为在几年前这里是一个综艺节目，当时有人住在这里。这个村落出名，很有可能呢，也就是因为那个综艺节目啊。现在这里应该是一个民宿了。这个房屋一看起来就比较有年代感，有特色，是不是？现在是一个民宿，不过现在可能没有人住，就关闭了。其实我挺喜欢住这种比较传统的房屋啊。然后门前还有几个石墩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你可以坐在自己家门口。这就是坐在自己家门口的感觉。大家如果去农村的话，应该经常能看得到。不光是坐在这里，你有时候从里面呢端着一碗饭，也是坐在这里的。然后，如果邻居往这里过的话，还能跟邻居打个招呼，吃了没有啊？准备去干嘛呀？甚至有一些邻居呢，他会来你这个院子里面，张三，明天家里有什么事，你来帮下忙吧。因为在农村嘛，邻居的作用其实挺大的，有什么事情大家互相互助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现在去里面走一走，说了这么多石头王国，走到这里面完全是如此啊。他们以前还搞了一个这样的像煤油灯一样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它这个村落现在是经过修缮的，你看这些都是后期整理的，用了水泥。以前的话，他们建造就是这样一种方式，直接用石头堆砌起来，最多是用一些那个石灰浆等等，或者糯米浆。他们建造这个村，很多时候呢是依据山体来建造的。你比方说我们这个通道啊，下面这个其实就是石山，它本身是一个坡度的，然后为了好走才铺了一层石头。因为这种天坑里面呢，不可能是平的。贵州啊，很难找到完全平的地方。我们尽量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有年代感的房屋。哇，这个石头真的好大！前面这栋房屋应该是具有一定年代感了，现在可能没有住人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这个石头还有上面的那个缝隙粘合剂啊，就不是现代的，估计是没有住人。这明显是有年代感了。哦，这个房屋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包银。你看，外面是属于石头，里面呢就是用木头建造的。当然，这个木头是经过修缮的，看得出来吧？里面是木头，这样的房屋呢，住起来就比较舒服啊。通过这个花窗，也能够了解到这种房屋呢，估计有100年历史了。再来这个地方看整个村子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房屋，那个山峰，很有意境啊。如果是雨后的话，有点雾气，以及我们常说的炊烟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大山里面的环境是非常好啊。来到南方，特别是夏天，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下面应该是他们村落的一些排水系统。每家每户都是石头的房屋啊，没人住的样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全部是杂草。有人住的话就不会。这里很多房屋建起来没人住，不知道是不是出去务工了，还是出去生活了。反正看到好几栋这样的，这个应该也是建了没几年吧。建这种房屋挺需要技术含量的，因为砖堆砌而成，砖是平的嘛，而石头是凹凸不平的，
这个村其实现在也挺安静的。我们走很多村落都是一样的，年轻人出去上班了，然后呢，剩一些中老年人在村子里面种植一些东西，在这里生活。啊，这里有2条路，一个观景台，一个足球坊遗址，去看看遗址吧。这里就是足球坊了，因为在以前，这样自给自足的村落，或者说与世隔绝的村落，他们一定得自己生产东西。足球坊、豆腐坊以及烧瓦的这些手工作坊啊，很多。这里的房屋是一层一层，这上面还有一些房屋呢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家居住。反正这里看的话是已经没人了。我们再往上走一走。哇，这里就能看到当地的村民在那个树底下乘凉了。因为下面现在可能太阳晒得到，这上面晒不到，这还是很舒服的。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树林里面的房屋啊？我们常说的隐居，这些就是如此啊。这个村他们也就通了自来水，不过呢是天然的山泉水啊。这2个就是从山上的水引下来，通过这里储存，然后到每家每户。这些瓦片现在看起来是从外地运送进来的，其实在以前呢，这些瓦片全是他们这个村子里面自己烧的。在云贵川以及山西太行山很多地方啊，他们用当地的材料建房屋，石头、木头，这瓦呢就是由他们自己烧出来的。你们是说的那个陈友谅的后人？是，也是吧？你们这里的石头都是附近弄的？对，全是石头的房屋。像我们这些墙壁、这些石头，都是在后边这个屋街的搞出来的啊，就是屋里面直接搞出来的。以前是石山了，后来把它弄平了。在这个天坑村，我差不多逛完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当地的大爷，他也向我们介绍说，他确实是陈友谅的后人。那其实这个天坑村可以这样形容，在600-700年前，一户人家逃难来到了天坑村，在这里传承，在这里居住了600-700年，一直没有搬出去。这个就跟我们很多地方看到的在一个山洞隐居是一样的道理。叔，你这个是驴还是马呀？骡子是吧？这个你家养了很多牛吗？养牛啊。用骡子驮。其实在贵州还有云南很多地方啊，他们现在呢还会用骡子驮一些东西，特别是云南茶马古道上面很多古村落都是如此。到时候我们去云南呢也能看得到。就像这位大叔去割这些草回来喂牛，在那些山上或田地里面，车辆肯定是过不去，那人又背不了多少，只能用这种骡子驮。包括我们说的茶马古道要运送货物，翻山越岭，只能靠马帮这些等等。漫步于村落之间，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贵州独特的人文韵味。这个天坑村差不多就看完了，确实能够称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当你走进这里呢，可以让你的心灵瞬间安静下来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